一尊诡异佛像被村民们意外挖出，眼睛被一层神秘符号的纱布遮盖，可村长却让人将纱布拆除。殊不知，村长的举动会引来灭顶之灾，因为一旦注视过佛像眼睛的人都会变得嗜血、残暴，犹如行尸走肉。街道上全都是注视过佛像眼睛的人，他们眼睛发白，对着村民无差别攻击。整个街道堪称人间炼狱，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和极具攻击性的信徒，他们见人就杀，因为在这些人眼里都变成自己所憎恨的人。秀珍看到这一幕，呆愣在原地，无能哭泣。而在村委会的楼顶上，混混们表现异常兴奋。市长被这混乱的场面吓得想要坐车离开，却不料钥匙不知何时搞丢了，甚至在恐惧下导致疾病发作。下属连忙拿出药水让市长服下，浑然不知旁边的助理已经发生变化，正在不停地揉眼睛，显然也和佛头对视过，眼睛逐渐发白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接着不自觉捡起板夹上的钢笔，然后抽开笔帽狠狠扎向旁边的男子，对方甚至迟疑几秒才反应过来，市长被吓得疾病瞬间就好了。就在助理准备对市长攻击时，一位大叔及时出现阻止助理的行为，市长趁此机会迅速逃离。此时秀珍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，好在刚才救市长的大叔将他拉进村委会里，里面的人想要立刻锁上玻璃门，可被一名眼球发白的信徒所阻止。男子薅住对方头发，将其拉出大厅，然后举起手里的武器疯狂攻击，直至对方彻底失去动静。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呆住了，本就无比凶残的信徒在对方手里轻松解决。市长甚至不想将对方放进来，不过对方有几名小弟控制了现场，并用命令的口气让村民搬来桌椅板凳堵住房门，防止外面疯狂的信徒冲进村委会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惊悚韩剧《怪异》第2期。正在休息的秀珍注意到不远处撞死女儿的快递员，这显然是幻觉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就是受到佛头的影响，因为在进入大厅前曾注视过佛像的眼睛，同时所有人都收到国家发来的灾情预告。市长告诉大家，这则短信意味着政府知道了这里的情况，相信很快就会派出救援，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。而通往晋阳郡的道路已全部被军队封锁。阿东本想进去找寻妻子秀珍，但被军方极力的阻止。被拦住的还有当地的派出所所长，躲藏在村委会的众人也在讨论昨天的那场黑色雨水，怀疑里面藏有某种未知的病毒，才导致大部分村民变得嗜血狂暴。也就在这时，处于幻境中的秀珍应声倒地，瞬间就引起所有人的注意。阿伟断定秀珍被感染了，必须立刻处理掉，防止感染更多的人。刚说完，就转身去拿出尖锐的木棍。一名叫阿金的男生站出来阻止。당신들 뭐 하는 거야? 멀쩡히 가본 데서 사람 죽이려고 하는데 아무도 안 말려! 나중에 구조되면 뭐라고 할 건데? 안도경. 내가 당신들 다 동조했다고 얘기할 거야. 却被阿伟狠狠地打倒在地上，接着来到秀珍面前，准备将其杀死。也就在此时，所有人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若是杀死秀珍这群人，很可能通过电话说出去。阿伟只好放弃杀死对方的想法。阿金来到秀珍面前，接起电话，本以为是妻子，却听到男生的声音。对方连忙解释，你的妻子现在处于昏迷中，并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。当阿东说出对方的名字时，一旁的所长立刻前来抢夺手机。原来阿金正是所长的儿子，让其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自己很快会来救你。可是现在通往晋阳郡的道路已经被封锁，他们必须找寻其他的小路前往。同时阿伟询问昨晚有谁淋过黑雨，人群中大部分人都纷纷举起手。随后阿伟让其余人将淋过黑雨的人绑起来，为了防止这些人发生变异，所有人都被绑起来关进房间里，并安排一名手下将其看管，一旦出现异状就直接打死。他们努力的解释自己不是什么怪物，可在灾难面前，人性会被无限放大，强者有着绝对的话语权，甚至是掌控弱者的生死，而外面的灾难还在继续。信徒们拿着武器疯狂攻击没能逃走的人，他们已经彻底陷入疯狂，展开无差别攻击。躲在村委会的幸存者们看到新闻上面正播报着让所有人居家躲藏，由于政府还没能弄清楚灾难的真相，以为是那场黑雨所导致的未知病毒，这正和阿伟所猜测的一样，所以政府只是让部队进行拦截和隔离，还并未组织人员进去救援。此新闻的报道让幸存者们都恐慌起来，如果说没有救援的话，只会被困死在这里。这时大叔提议一起冲出去，自己的大巴就停在外面，足够容纳在场的人，却不料遭到阿伟的极力反驳。如果前往的途中遭到袭击怎么办？但如果市长允许自己将他们杀死，或许还真值得一试。这让市长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毕竟在没查清楚那些人的状况，不能轻易的将其杀死，否则自己会面临牢狱之灾。同时秀珍的眼睛已经渐渐发白，显然这是变成信徒的征兆。与此同时，阿东两人在寻找前往城市的小路时，意外发现泥土坑里有一团积攒的黑雨。阿东刚想要伸手去触碰，就被所长极力阻止，因为新闻上说过黑水带有未知病毒，所以又想起昨晚发现的人脸冰雹。突然一只黑乌鸦站在不远处的树枝上，可阿东记得刚才这里没有乌鸦的。随着乌鸦缓缓飞走，当抬头看到空中出现无数的黑乌鸦，这也预示着灾难并不简单。随后这群乌鸦毫无征兆地对着两人发起猛攻，
逃跑过程中，阿东不幸被乌鸦划伤脸颊，所长赶紧护住对方，冲进房间里躲避。经过观察，所幸没伤到眼睛。虽然躲进了房间，但乌鸦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两人，不停地撞击窗户。阿东猜测乌鸦也受到佛头的影响，随着窗户被撞破，乌鸦快速往房间里袭来。阿东让所长帮忙拖延一会儿，自己跑进房间，拿起一袋白糖，接着暴力的撕开，倒在桌子上，并快速将白糖铺平在桌子表面，又用勺子在上面画起诡异的符文。一切做完后，让所长快速来到桌子下躲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群乌鸦飞进房间，没有攻击他们。阿东画下的诡异符文似乎形成某种结界，让乌鸦看不到两人的存在。这也让所长对阿东的身份越来越好奇。阿东还解释这场黑雨的来历。 하늘에서 비처럼 물고기, 색깔로 아까 지름 같은 거 보셨죠? 검은 비가 내리는 걸 개우러 갑니다. 무슨 소리야 그게? 불길한 존재가 기운을 써요. 그럼 그 하늘에서 신들이 그걸 경고하려고 개울을 내리는 거예요. 그 개울은 해로운 게 아니죠. 해롭지가 않다고 이게? 네. 지금 중요한 건 개울가 내린 원인을 밝히는 거예요. 接着打电话给僧人了解此事。原来那尊佛头本来是一尊正常的佛像，只不过被用来镇压了一只恶鬼。这只恶鬼名叫关，起初是假扮僧侣躲在活岩寺里，因为过往作恶多端，被处以斩首极刑，却在无头的情况下游荡在寺庙附近，还能迷惑人心和制造对立，最终让彼此憎恶，互相残杀。当年的高僧倾尽法力将其用佛头镇压，由于蒙住佛头眼睛的布条被村民拿走，导致封印解除，恶鬼再次为祸人间。如今一般的手段无法对付恶鬼，唯有集结众僧的法力才能再次将其封印。了解情况后，阿东决定必须立刻离开房间，毕竟躲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随即两人做好准备，快速冲出房间。而脱离了结界的保护，乌鸦立马展开疯狂的攻击。上车前，阿东挖出一把带有黑雨的泥巴，然后在车前盖上画出符文结界，这样乌鸦就不会攻击车辆。最后两人再次出发前往城市，而大街上已经没有互相残杀的动静，地上躺满村民们的尸体，唯一还在的就是被恶鬼影响的信徒。而处在幻觉状态的秀珍也醒了过来，此时的她已经双眼发白，被迷惑了心智。至此，惊悚韩剧《怪异》第2期结束。